得关注哟。Hello，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我今天要做一个非常简短的视频，没有选项。今天那我突然得到一个信息，我就想知道一下你高龄跟指导灵还有神明给你传达的信息，你当下应该知道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没有选项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占卜吧。我已经提前选好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吧。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高龄或神明要给我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哇 ，New Beginnings，这组宝宝有一扇新的大门要为你打开了啊！感觉更加的来讲，这个是 Prosperity Begins，一个非常丰盛的大门。更多的来讲，我觉得这组宝宝，如果你在等待一个合伙人，在这个期间，你的合伙人就要出现了。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现在有非常好的贵人运，你如果在寻找一个新的项目，你如果在想开启一个新的事业，那么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会有贵人来到生命当中帮助你的。我更看到的是说，是一个合伙的情况，他并不是说他帮助你会走，他会给你并且给你扶持这样的一个工程，不是说帮你牵线搭桥，他就不管了。更多的来讲，可能是说他会帮你投资，或者是说或作为一个 long term 的一个 consulting 的这样的一个贵人出现，他会怎么说会帮助你一段时间，把你这个事业扶持到一个可以开展的过程，会可以正式启动的这样个过程。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或者是说这组宝宝你在等待一个情感上的 offer 的话，那么这个人是愿意与你携手余生的一个人，好吗？那我感觉你现在还有一个情况给我的感觉是 power 就是说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跟你黑暗面 work on your dark side， 与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很多的事情是你与情绪的共处，你没有办法接受一些自己不好的方面，可能这个过程是阻碍你之前这些大门为你打开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宇宙想跟你说，你现在这个课题还没有完成，它即使有一个大门为你打开，即使有新的人为你进来，这个课题还是你要继续完成的一个课题，好吗？还有一部分人，这个是 rejoice in celebration， 是你可能会吸引到一些你的灵魂家族到你的身边，它不一定是灵魂伴侣，灵魂伴侣它是限于很多人觉得说灵魂伴侣就是男女朋友之间，我觉得不是的，因为我的灵魂伴侣，我觉得更多来讲是一个我很好的同性朋友，我们俩就是无话不谈，在我很困难的时候，他会帮助我，然后我很困难的时候，我们俩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是也不需要每天都说话，所以我更觉得我们更觉得我们俩就是觉得对方都是我们的灵魂家族的成员，不一定说是灵魂伴侣。他会非常懂你、支持你，这样的人会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哇，awareness。哇，这组宝宝现在来讲，我更感觉就是有一道大门为你打开，是一道灵性的大门，就是你会在这个期间接收到很多的信息，比如说从梦境当中，从你看的一些话术，比方说看到的画，你得到了某些启发，或者是说你看到的某些访谈，你会得到一些启发，甚至是读的书，你都是从中对，豁然开朗，有一些很让你困惑的问题，或是说，也许是你听到的一首歌，你或从这个歌中你都能得到答案。就比方说，你一直在想问，哦，你现在要什么这个假如我只是打一个比方，你现在这段关系适不适合你发展？那么突然听到的歌词，你就会觉得说这句歌词就是你要寻找的答案，好吗？尤其这个是 disconnect and boredom，所以
这组宝宝，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你现在要把自己推出去，因为你现在有一道大门在为你打开了嘛，你现在呢可以接收到很多信息，而且你的贵人运也会出现，你的朋友也会进来，但是你必须把自己推出去。如果你是宅男宅女，这组宝宝最近你要多出去走一走，好吗？不要，而且就是如果有陌生人 approach to you，你不要回避，要勇于去接收，因为这一点就是这个与自己的黑暗面共处，如果这个是你的课题的话，有一部分宝宝我感觉你是不是很自信的，你要 work on，就是在自信。方面，你要多相信你自己。这个它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因为它这个也是出现了嘛，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你要慢慢去接受自己，你要慢慢变得自信，慢慢感受到哦，这个为什么会出现的这些人呢？你的灵魂伴侣出现了之后，他是帮你会找回自信的，因为这些人他会给你非常正面的评价跟肯定。当然，有一些人他会是虽然是你的朋友，他会经常来贬低你，来抬高自己的好处。这些人不会，他们会鼓励你，然后引导你去向正确的方向。真正的好朋友是会互相鼓励的，不是会互相 diss 的，好吗？而且这组宝宝现在来讲，你真的是又有一个贵人运，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你之前的付出，在这段时间你会看到的收获。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这组宝宝来讲，目前来讲是非常好的啊。Spiritual Springs，就是说你之前坚持的事情，你现在不要放弃，你已经做到90%了，而且剩下的10%，你只要坚持，你就会看到结果，而且不要看到小小的收获，你就会放弃了，不，这才是刚刚的开始。就是很多的时候，你做的90%的努力都是没有人看到了，但是最后的10%才是刚刚露出，呃。台面的那10%，你之前的10%，看这张图啊，这组宝宝，你之前的90%的努力都是在这里，现在你是慢慢来呈现这个最后的10%，才能开花结果。如果你现在放弃了，你这10%是不会出现的，好吗？这个组宝宝就跟你说，你要坚持你现在要做的事情。继续坚持下去，你的方向是对的，不要放弃。如果你之前觉得说我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为什么还没有看到成果？是不是应该放弃？不是的，你的方向是对的，你马上就会看到成果了，不要灰心，好吗？要继续。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牌对这组来说，因为我感觉所有的信息都是非常正面的信息，唯一的2点就是让你建立自信心与把自己就是推出你的 comfort zone，这2点是建议，但其他的牌都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啊？哇，Seven of Swords，这怎么说呢？在适当的时候，你可能要走出第一个是你要走出你的 comfort zone，还有一点是这组宝宝你要小心。是否会有一些小人出现，好吗？在目前来讲，我感觉这一组的人他不一定是说小人，因为这2张牌加到一起，教皇是非常正面的牌，而这一张牌它又是说小偷小摸的，就是说有的人他会怎么说，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你要小心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他表面来讲是为你好，但是其实他的 intention 不是好的，这是一个信息，就是说他内心来讲不是真的为你好，只是他让你感觉通过他的资历、他的位置，然后比方说他是一个领导，那么他觉得说你这样做是好的，然后但是他的内心来讲是为了满足他的私欲，比如说想让你多加班。哦，这组宝宝我感觉，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是说小心被别人 PUA 在职场上，好吗？尤其是在职场上的宝宝，或者是说被一些长辈就是道德绑架吧，更容易说，小心这一点。
你如果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啊，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伤心的情况，你如果现在已经在这样的关系当中，那么你已经在这样一个不健康或者是 PUA 的关系当中了，然后别人或者是父母也好，就是以为你好的角度，然后让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那么这组宝宝很快你会走出这样的境遇，好吗？你可能会说，呃，怎么说呢？做出一番事业来证明你自己是对的。你可能之前对他们有一些抗争，然后导致你们之间的一个不和谐吧。比如说，这个伤心是什么呢？你的父母觉得说做这些事情是为你好，他们也不是说真的就是说，有一个不好的想法，只不过是说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比如说希望你有一个呃。完整的工作，或者是说，其实更多的来讲是希望你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个更多来讲。但是你之前与他们一直有抗争，你比如说很喜欢冒险，不想在一个国企或安稳的单位里面上班，然后之后你们之间有很多争吵，你们可能就是闹得非常不愉快，然后导致你对家庭非常失望。那么在这段时间，你可能会做出一些成绩，证明你是对的，让他们看到你的成功，好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还有一种情况呢，这个宝宝在这段时间，我感觉就是真的是有灵性的一个大门为你敞开的。这个又再一次证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awareness，这个也是在一个转变期。如果你是跟我同行做占卜师、做灵性、做疗愈的，你这个时候你的灵性能力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强。或者是说你还有一种情况是你有一个 romantic offer，就是有一些桃花运吧。这段时间来讲，也不是说桃花运，不是针对于说我更想说是这段时间你的人缘会非常的好，不光是爱情、友情，就是会说你包括长辈缘，就是人缘运会非常的好，在这段时间。而且我又一次证明了，真的是灵性大门的打开哈。你可能在这段时间，你就感觉有点像开悟的感觉，很多事情在之前想不通呢，在这段时间你会就是想通了，真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之前一直在苦苦追寻一些答案，包括情感上或者是工作上的，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达到现在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之前努力都没有白费，你在这段时间都会找到答案。你在心里面，而且你感觉这段时间你也会慢慢变得很平静，你更知道你未来想要什么，你对未来的东西会更坚定。感觉你好像在这一段时间突然的成长，让你就是有点像开悟了，更加沉淀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还有一种情况，我感觉的是说，这组宝宝你可能需要的一个什么情况？突如其来的这些人，你可能你要把自己暴露出去，突如其来的来的这些机会，这些人，你可能要花时间想一想，你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因为太多机会为你打开了，你可能会稍稍要花一点时间，自己静下来想一想，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好吗？而且最后一张牌，我感觉是非常好的牌哈，金币9号牌，就是说，你的物质上会得到丰足，而且你会有非常多的资源在你身边。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小的皇后牌了，你基本上就是想要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都会有收获。那么我感觉整个这一组牌来讲，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这个是唯一要做的事情。其他的，宇宙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好吗？就是而且还要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晚上给自己就是冥想一下，
可能会因为你现在也会接收到宇宙很多的信息嘛，白天你会接触到就是实际上，世俗的这些工作啊、生活啊、朋友的这些，那么这些机会为你打开。晚上的时候，可能睡梦中你最近的梦也会变得多，那么你可能真的需要一些时间来冥想，来真正达到一个内心的平静，想一想自己需要到底是什么。好了。这就是今天我接收到的信息，希望能帮助到你们。那我们下次占卜再见啦，谢谢大家，拜拜。